这个纸雕艺术品居然是玉手。为了赶在午休前买到它，我们特别来到了早稻田的法轮寺，中午排了10分钟。等待的时候，顺便看看绣球花手水和室内的小造景。接着我们住进了银座东这间顶楼有浴场和露台的 Ibis， 它到底值不值得住？玩完车后，用走的去附近吃厉害的盐可颂，逛银座，还到了日本的第一间星巴克。这支影片就带大家看看这样安排顺不顺，就跟着萌萌园长一起出发吧。欢迎跟萌萌园长一起玩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先自驾来到了早稻田的法轮寺。法轮寺它其实本身没有很大，我们这次主要是为了很漂亮的切绘玉手而来，还有看它的绣球花。没想到周五抵达的时候，购买玉手还是一样需要排队。我们当天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听说之前有人排了快半个小时。来这边购买玉珠印跟玉手的要特别注意，他们是有午休时间的哦。他们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是午休的时段，没有再开放贩售玉手跟玉珠印的，所以要避开这个时间。走进来到法轮寺最里面，可以看到一条排队的人潮，这边就是购买玉珠印的位置。你可以先走到前面跟他们拿目录参考，这是1到12月款式，还有每一年的特别限定款。接着排队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看看实体的样子长怎样。玻璃柜里面也有展示的。买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到旁边的绣球花这边拍照咯。这次买了3种不一样的切绘玉珠印，先拿到旁边的绣球花造景拍照。近看真的很精致，和现场的绣球花放在一起很搭。法轮寺它不是那种范围很大的绣球花园，虽然看网络上大家拍的图片以为它很大，但实际到现场之后发现它是用不同的花景和季节布置，分散藏在寺院的各个角落。那拍完照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寺院的后方走。洗手间也是在这一区，旁边它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后方的墓园。沿着小路走进去，在墓园的中央有一个黑色的水盘，它也是被花手水围绕了一周，上面的水面也放了缤纷的花朵跟绣球花的布置，算是藏在寺院后方的一个小惊喜。但这里毕竟是墓园，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绕一圈看看，没有停留太久。接着我们再从另一侧走回寺院的前方，沿路还可以看到本堂日莲圣人的雕像。这样子就绕了法轮寺一圈给大家看。在前面还有一个蓝色的盒子伞，再带着今天的战利品跟他拍一张合照。法轮寺的范围虽然不大，但是从切绘玉珠印、绣球花造景到后方的花卉布置，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小细节。加上今天排队买玉珠印，我们这次总共停留在法轮寺的时间差不多是半个钟头。看完之后，我们就离开法轮寺，下一站要直接前往今天入住的饭店。我们已经来到今天要入住的 Ibis Style Tokyo Ginza East。这间饭店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，是除了顶楼有大浴场，还有可以休息的露台，可以看到了城市的天际线。不过实际的房间大小、格局和住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待会呢就带大家来完整的看一看。从1楼入口进来，这边就是饭店的 lobby。那我们一边等待入住的手续处理好，同时呢可以在这边休息，坐着喝饮料。这边的饮料吧是24小时供应的，住客呢可以随时下来，看你要喝咖啡啊、果汁、可乐，这些都可以自助。接着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楼上的房间看看这次订的房型如何。
一打开门是一个开放式的衣柜，可以把要穿的外套或是大衣吊在这边。下面有拖鞋，有室内拖，还有可以穿上去楼上泡汤的塑胶拖鞋。那这边的话还有浴衣可以让你们换，行李架、斜爬也都是开放式的，吊挂在墙壁上。饭店的整个实际大小，我觉得是算蛮大的。如果是2咖29寸是可以平摊的。这边还有个全身镜，可以让你照全身的穿搭。接着来看看卫浴设备。他们的备品是他们自己的牌子。这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，我觉得它空间很大的地方。它除了床是加大的双人床之外，它的这一块像榻榻米的小客厅，我觉得位置是非常的大，2咖29寸打开都没有问题。所以它最特别的是，还有帮女生准备了发卷，它放在这边，没注意到的朋友可能会不小心忽略。它有吹风机，还有电棒烫的发卷，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会比较清楚。它这边的插座也是蛮够用的，出门在外很多东西都要充电。它这边两边的床头柜都有设有充电的，所以它每一间都有配这个脚底按摩机，脚酸可以按，蛮实用的。房间看完之后呢，带大家去楼上看它的休息露台跟大浴场。这一层楼除了有浴场，还有贩卖机、制冰机跟微波炉都集中在这一层楼。你可以带着宵夜直接去外面的露台吃宵夜，晚上看夜景蛮漂亮的。带大家出来看一下。它这边的桌数不多，所以如果想要来的话，自己抓时间上来看看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城市夜景。这边白天看就已经很漂亮了，相信晚上看一定是更加的壮观。来看一下银座区域的城市天际线。看完露台之后呢，接着我们要去旁边的顶楼浴场。浴场其实就在露台的旁边。那我们先进来看一下这个制冰机跟洗衣机。如果你要来这边洗衣服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参考看看。在泡汤前面的位置有一个冰箱，打开你可以发现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是让你泡完浴场的时候可以出来吃的，很多口味都蛮好吃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刷访客卡进去汤屋里面看看，因为我们现在到达的时间是提早饭店让我们进场的，所以这个时间还没有开放住客泡汤。我们就趁这个时间来带大家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进来是一间厕所，接的是更衣室的位置。它这边其实规模没有说很大，但是感觉该有的都有。然后接着进来是洗澡的地方，还有小小的室内池，目测大概可以坐4-5个人同时。接着我们走去户外的浴场，也是不大，小小的阳台，也是坐4-5个人不是问题。
饭店的部分我们就看完了，接着要带大家去银座散步走走，看第一间日本的星巴克在哪里，再带大家去买好吃的盐可颂面包，还有去逛精品街，最后带大家到东京火车站看夜景。大约5分钟的路程，我们就到了面包店了。门口很多人，先跟大家说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扫这个 QR code 排队登记。那为什么呢？待会我边走边跟你们说。他这边呢，不是扫完 QR code 拿到号码牌就可以排队的，是登记完之后，系统会传一个预估的等待时间，你要收到叫号通知才可以回到门口排队，出示你的号码给工作人员确认。我们当时距离可以去排队大约还有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先到这个 Lawson 逛一下，买一杯饮料吹一个冷气，因为太早回去警卫不会让你排。等到叫到你的号码之后，我们才进去排队的动线。那大概从我们排队到进场也是差不多等了20-30分钟，终于到我们可以点可颂咯。他们店里的空间其实不大，除了招牌的原味盐可颂，现场还有其他口味不同种类的面包。我们当时是都有买了几个不同的味道，但最喜欢的还是觉得盐可颂最好吃。他一个人限购最多20个，现场有看到很多人狂带盐可颂，然后要打包准备带回台湾的。那我们也是买了一些，准备好好的来品尝品尝，毕竟也排了这么久。那今天顺利买到了这个盐可颂，接着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战利品继续往银座下一站出发。下一站呢，要带大家到日本第一间的星巴克，它就位于在银座的街道上，看起来小小的一间，但是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间星巴克，里面还有特别的牌子说它是第一间哦。你们猜猜它是西元几年在日本成立第一间的星巴克呢？一进来却可以看到是1996年，但是它的第一间的身份证不是在那个墙壁上，是在这个商品柜的旁边。这边有写着它是日本的第一间星巴克。那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往前面走去松屋。这间松屋号称是三宅一生货最齐的，如果你要买三宅一生的包包，这边的货很齐全，可以来松屋参考看看。上面也有服饰类的，也是货非常的全。我们继续在银座慢慢走，当天街上也正好实行步行者天国，少了车流之后，逛起街来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接着到 Grave 逛了一下，也带着今天的战利品离开。最后用东京车站的夕阳夜景替今天的行程画下句号。最后帮大家整理3点萌萌园长旅游笔记。要去法伦寺的话，要留意午休时间。还有去盐可颂，一定要先扫完 QR code 之后，等候通知才去排队。虽然它是1:4，但是跟东京常见的日系饭店比起来，空间真的很宽敞。喜欢这次影片，也欢迎按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萌萌园长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出来玩哦。また来てね。